Hello， 好久不见，大家好啊！我是孟小杰。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一个神秘而又古老的吹奏乐器，就是它——骨笛。是不是有很多小伙伴好奇它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？那么就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看一下下面这个片段。刚刚大家看到的这个片子是由我参与改编和演奏的《梅花三弄》。通过古曲新编的方式呢，可以让大家直观地感受到像骨笛这种古老乐器的音色魅力。同时，我们也采用了很多乐器的现代演奏技法，让古曲也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。骨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约8000多年前河南省舞阳县出土的贾湖骨笛，它是由鹤类齿骨制成的，是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乐器。那么它虽然距今约快9000年了，但是它可以演奏完整的7声音阶，可以演奏现代非常多的乐曲。那么骨笛为什么没有我手中的竹笛这样广为流传呢？是因为到了距今约4000多年前的黄帝时期，由于黄河流域盛产大片的竹林，竹子的振动性能好，相较于骨头来说，它更加的便于加工和制作，于是用竹子制作的笛子就慢慢取代了骨笛。那么用竹子制作的笛子就称为竹笛。这次改编，我选择了中国10大名曲之一的《梅花三弄》，相传是晋朝桓乙所作的一首笛子曲，它有着大家非常熟悉的旋律，哆嗦嗦嗦，咪来哆嗦嗦嗦。通过对主旋律不同风格、不同力度和不同配器的演绎，描写了梅花静与动的2种性格，借物抒怀，歌颂了具有高尚节操的人。此次新编，我采用了骨笛和竹笛跨时空对话的方式，延续了由古至今的音乐氛围，让大家可以最直观地感受到二者不同的音乐魅力。大家可以听一下二者的音色对比。骨笛的音色古朴悠远、苍劲有力，而竹笛的音色清亮优美、富有弹性。二者不仅在音色上有很大的区别，在演奏方式上也有较大的差异性。我们的骨笛是要斜吹45度的方式，而我们的竹笛是用横吹的形式来演奏。为了这首作品给大家带来最真实、最原始骨笛的音色，于是我们寻找乐器也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难题。最开始我们在市面上找到了很多的骨笛，不是塑料制成的，就是 3D 打印的，做工非常的粗糙，音色也不具备说服性。于是我们走访了很多研究古乐的学者，最终在一位骨笛制作师手中得到了这2把骨笛。同时，为了让骨笛在这首作品中呈现出更好的效果，我在私下也进行了大量的练习和录音棚的实录。除了骨笛和竹笛之外，我在编曲中也加入了编钟、编磬、琴、瑟、笙、方响和虎作木鼓这7种乐器。不同的乐器交织发展，丰富了乐曲的层次性。当这么多古乐器在同时演奏时，我们也可以使用华为 FreeBuds Pro 3耳机，通过无损的音质，也可以呈现出更加丰富的音乐细节。就像在主旋律时，竹笛的颤音去演绎梅花开了，
和不同的9种乐器交织在一起，我们也可以清楚地听到它们每一个乐器独特的音色。我平时非常喜欢，也从事着研究与传承中国传统民族音乐文化的工作，也非常希望可以帮助大家了解到更多的古乐器与中国传统民族音乐。不论是古老的骨笛，还是现在的竹笛，当它们的声音响起，就会让我们华夏儿女有着深深的民族自信心与归属感，向世界传递出属于我们自己的音乐图腾。后续我也会用我手中的笛箫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原创音乐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也请点赞、投币、转发3连哦。我们下次再见。